黑白晃动的镜头下，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满脸恐慌，他在村子里四处奔走，大喊着人在哪。几只乌鸦振翅而过，男人不甘心，继续寻找着村里人。他爬上一个土坡，入目却是一个尸坑。他要找的人都在这里，他们有的被烧成焦炭，认不出面目，有的神情狰狞，死得极为痛苦。这其中还有男人的心上人九儿，任谁看到这一幕都胆战心惊。男人哀嚎不止，逃离了尸坑。村子不久前曾被日寇扫荡，惨无人道的屠杀过后，村民们全都丧命，只有牛二和一头花牛成为幸存者。故事要从这头花牛说起。彼时四方离乱，战事吃紧，一队八路军在沂蒙山区的堡垒村马牧池暂时休整。随他们一同前来的还有国际友人捐赠的奶牛，它是受伤战士们唯一的营养补给源。生活在大山里的村民们只知道大黄牛，还从没见过这种黑白相间、奶量充足的花牛，个个都觉得十分新鲜。小寡妇九儿前来讨奶，家里的孩子饿得直哭闹，她只能来碰碰运气。挤奶的八路是个姑娘，闻言便舀起一碗奶递给九儿。村里主事的13叔和老祖却不答应，这些奶是给八路伤员的，哪能给九儿这个外姓人？九儿当即破口大骂，自己也是光明正大嫁进来的，哪有被人如此欺负的道理？老祖见状，又给九儿戴了个克夫的帽子，双方吵吵嚷嚷。这时有人跑来通知大伙快躲躲，鬼子又来扫荡了。这下不管是当事人还是看热闹的，全都鸟兽状一哄而散。面对日寇的逼近，八路军准备集体撤离，带不走的东西和伤员们就委托村里人暂且安置，时间不会太久，不出10天半个月，八路就一定会再打回来。大花牛自然也就留在了村里，只是他一看就不是本地物种，再加上个头大，目标明显，村里人都不想惹这个麻烦。于是老祖和13叔决定通过抓豆子来挑选养牛人，谁要抓到红豆，这头牛就归他养。老祖还表示会给牛配一副哑药，不让他乱叫招来麻烦。九儿自告奋勇帮牛二抓了豆子，没成想正好抓到了那颗红豆。牛二说什么也不愿意养这头牛，13叔便想到一出美人计，和九儿商量将她嫁给牛二，赔价是3斗粮食，以此让牛二接下这个任务。九儿表示嫁可以，但他要牛二手上那只银镯子。最后牛二在协议上按了手印，答应帮着八路军养牛，前提是村里要说话算话，把九儿嫁给自己。事情定下来后，牛二告别九儿，开始上山挖洞。等他回来时，村里一个活人都没有了。牛二牵着花牛在村里乱逛，顺便找点能吃的东西，结果找来找去只有老祖家的中药。花牛是个驴脾气，递到嘴边的不吃，扔在地上反倒吭哧吭哧吃了起来。牛二悲从中来，他又想起了倔脾气的九儿。这时一队战后的日军经过村子，打算在这里休整，查探一番，发现没有敌情后便进了村。牛二听到动静后，牵着花牛想要离开，没成想吃了中药的花牛意外治好了哑病，憋了许久，长长的叫了一声，这下坏了大事。牛二着急地捂住花牛的嘴，求爷爷告姥姥让他不要再叫，就差跪下磕个响头。但花牛哪里懂得什么危险，丝毫不给牛二面子，又是悠长嘹亮的一声牛叫。牛二见状，脚底抹油，迅速开溜。日本兵很快闻声而来，黑洞洞的枪管指着花牛，完全是个大眼瞪小眼的场面。牛二跑到山上，人都自身难保，哪里顾得上一头牛？他扔下和八路军签订的寄养协议，准备跑路，但左思右想，还是觉得不太地道。虽然不认识字，也不懂什么一诺千金的大道理，但按了手印的事也不能说反悔就反悔。一番天人交战后，还是决定回去找花牛。入夜，牛二摸进了村子，鬼子们好奇地围着花牛，不知道这大山里怎么会有一头奶牛，于是便决定先养起来，当做储备补给也是好的。翌日清晨，日军大部队撤离，只留下3个能动的负责照顾伤员和大花牛。3个日本兵为防万一，在院子四周布置了地雷，躲在地窖里的牛二目睹了这一切。这时2个土匪也悄悄潜进了村子，他们侦查过后打算弄走几挺机枪回去领赏，然而行动还没开始就被炸上了天。牛二想起这一幕都头皮发麻，他又跑到后山想要一走了之，保住自己的小命，好歹也给村里留个后。花牛却在这时哞哞的不停叫唤，牛二听着这越发凄厉的叫声，还是于心不忍，暗骂自己一定是上辈子欠着头牛的。牛二趁着夜色再次返回村子，顺着小时候到东家屋里偷粮食的地道钻进了院子。大花牛正在不疾不徐地吃着干草，牛二和他打了个招呼，看到一旁的牛奶，端起铁桶先给自己灌了几口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还是先给自己补充点体力再说。喝了牛奶，牛二摸到花牛身边牵起绳子，奈何花牛只顾埋头吃饭，不愿挪动半步。屋里的伤员听到动静后抬起了头，发现牛二后大声呼叫大种几人。牛二知得着，急忙慌跳井跑路。他来到村民孬两家，骂骂咧咧要杀了这头卖国牛。东翻西找，发现了孬二的猎枪，这东西孬二宝贝得很，还搞了个倍镜安在上头。牛二提着枪爬上了院子外的一棵大树，用倍镜四处观察，结果却看到了不远处挂着的2颗人头。
正是老祖和13叔。他又惊又怕，脚下一滑，连人带枪掉了下去。这猎枪他是使唤不了，翌日便背着弓箭来到院子外面，结果出师不利，被大冢抓住。牛二这个愣子竟然抬手打了对方脑袋一巴掌，属于杀伤力没有侮辱性极强的那种。在外溜奶牛的涩谷听到动静跑了进来，大冢控制住牛二，让涩谷刺死他。这一刀不偏不倚扎进了牛二的肚子，他当即便泄了力气，被大冢绑住了手。牛二怒从心头起，拼命挣脱束缚，捡起一旁的和叉药和小鬼子同归于尽。就在这时，一群八路军从地道杀出，一阵枪林弹雨过后，牛二被炸弹波及晕倒在地。战士们以为牛二死了，给他披了件袄子，随后迅速撤离。不多时，牛二醒了过来，兴许是身上的棉袄够厚，总是他活了下来。大花牛不见踪影，牛二顺着小路来到山顶，天空飘起了细雪，薄薄的盖在大地上。牛二蜷缩在地上，这一刻他无比想念自己的娘亲。牛二在绝望中睡着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他被大花牛舔醒，他又惊又喜。村里只剩他一个人，大花牛似乎成为了他的精神寄托。一人一牛回到村子，大花牛下了不少奶。牛二吃着烤土豆，就着鲜牛奶，得意洋洋地哼着歌。这时院外传来动静，是山那头逃难来的村民。于是大花牛产的奶成了救命的口粮，慢慢的挤出来的奶带上了血丝，大花牛也虚弱地躺在了地上。眼看没奶可挤，一个光头村民提议杀牛吃肉，牛二怒骂他没良心，吃完奶居然还要杀娘。两人扭打在一起，背着布口袋的郎中将他们拉开，还劝村民们到下一个村看看，自己留下帮大花牛喂点草药。村民们成群结队离开，光头却带着2个小弟杀了个回马枪。郎中和他们也是一伙，支走牛二，准备宰了大花牛。察觉不对的牛二拼命往回跑，但他根本不是4个人的对手，又急又气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郎中拿出一把小刀，朝着大花牛的鼻子割去。大花牛吃痛，挣脱桎梏跑没了影，成功捡回一条命。牛二见状也破涕为笑。到了晚上，他钻进不久前日本人占领的那个大院，爬到了2楼的瞭望台，意外发现大花牛也在这儿。牛二高兴地摸着牛鼻子，剧烈的爆炸声传来，原来是跟踪牛二来到大院门口的郎中几人。他们不听牛二劝告，接二连三踩中了鬼子埋下的地雷，就这样葬送了自己的性命。翌日清晨，郎中几人的尸身进了狗肚子，牛二心里一阵恶寒，这个人不像人，狗不像狗的村子没办法待了。他牵着大花牛准备到山上的洞里，离开时无意中发现了藏在洞里的涩谷，本想杀了他为村民们报仇，却发现他似乎懂得怎么医治大花牛，于是牛二便带着他一起上路。这一路上浮尸遍地，自己的山洞也被一个避难的国军占了。看到牛二带来的鬼子，国军二话不说就掏出了枪，涩谷也拿起枪反击，任牛二怎么劝阻都无济于事。枪声响起，牛二被火药刺伤了眼睛，他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抱着大花牛趴伏在地上。片刻后，周遭归于宁静，鬼子和国军同归于尽。怒不能事的牛二跟着大花牛一路向前，好死不死又返回了村子。此时村子已经被土匪占领，他们将牛二扔进井里，绑了大花牛和一头黄牛配种。不多时，另一帮土匪闯进了村子，双方发生了激烈的火拼。牛二艰难地从井中爬出，扛起那颗2年多都没动静的炸雷，要跟土匪们拼命。他全然不顾眼前的枪林弹雨，最后被炸晕倒在地上。大花牛似是有所感应，来到他身边，安静地跪在一旁。一人一牛就这样相互依偎，直到一切归于宁静。牛二命大，他挣扎着醒过来，摇晃着身边的大花牛，让他站起来，再不起身就会被冻死。见大花牛没动静，牛二急得拿起绳子抽打起来，大花牛这才颤颤巍巍站了起来。与其说牛二将大花牛当成了九儿，不如说是他的精神寄托。一人一牛回到山上，他们要远离战争和纷扰，永远也不下山。多年以后，抗日战争结束，一支解放军队伍路过山下，牛二将旗帜上的人字认成了8，他牵着牛急匆匆地下了